心里你觉得王林是什么样的？是那个睚眦必报的王麻子，还是敢为一人战天道逆天命的杀神？但这一生杀人如麻心冷如铁的他，为什么唯独在第二次化凡的时候哭成了一个无助的泪人？这段跨越73年的凡人生活，没有毁天灭地的斗法，也没有惊心动魄的算计，却让无数网友在屏幕前哭成了狗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段故事里，王林不再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魔头，他只是一个为了赎罪，为了儿子卑微到尘埃里的父亲。他让你看到了，哪怕是修为通天彻地，在面对至亲之人的生死宿命时，也不过是个无能为力的父亲。一切的孽缘都得从那个叫柳梅的女人说起。王林，你好卑鄙！若非你执意吞噬我的意境，我也没有机会让媚姬夺舍殉你。当年杜鹃墓里那场荒唐的纠缠，让两人有了孩子。正常剧本里这也算是个爱情结晶吧，但柳梅这个女人太狠了。没想到千万无情的最后一环，竟是饮血。王林，你坏我道心，使我意境变为千万情欲道，此仇无共下一边。他为了报复王林，竟然花了整整30年，把自己的亲生骨肉练成了怨气冲天的怨婴。当王林抢回孩子时，那个被黑气死死包裹，只会发出凄厉啼哭的小东西，瞬间击溃了他的心房。那一刻，纵使面对千军万马都面不改色的王林，却觉得像是被万刃穿心。每一声啼哭都像是在问他：爸爸，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？为了消解儿子的怨气，也为了救赎这个小生命，王林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封印了自身修为，封印了孩子的痛苦记忆，带着他隐居到了凡人村落。他给孩子取名王平，只求他一生平平安安，做个凡人。接下来的19年，可能是王林这辈子最温情也最像人的日子。他教儿子读书、做木雕，甚至亲自熬药煮饭。小王平很争气，长得帅又聪明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那虚弱的身体其实全是靠父亲的法力在硬撑。你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身患绝症的孩子，父亲骗他说这只是小感冒，然后每天背着他，用自己全部的积蓄去换，哪怕多活1天的药。他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个易碎的梦，生怕哪天梦醒了，儿子就没了。这里必须提一个人，隔壁的孙太爷爷。谁能想到，这个曾经跟王林打生打死的老怪，最后竟然成了小王平最亲近的长辈。孙太死的那天，王平哭得撕心裂肺，而王林站在一旁只是一声叹息。那一刻，所有的恩怨情仇在死亡面前都变得轻如鸿毛。受孙太离世的刺激，王平第一次提出想修仙，王林拒绝了。后来王平又提了3次，王林还是拒绝。看着儿子眼中溢出的失落，王林心里其实在滴血。他不是不想给，是给不了啊。王平是怨婴之身，根本没法修仙。读到这儿，我心里真的堵得慌，但王林又不能说实话，只能沉默。这种无力感才是最杀人。当时王林以为儿子修仙是为了长生，是为了力量，但实际上呢，王平想修仙仅仅是因为他察觉到了父亲眼底那抹化不开的孤独。他想修仙是为了能活得久一点，能永远陪在这个孤独的父亲身边。这一对父子都在用自以为最好的方式爱着对方，却又都在互相伤害。为了弥补亏欠，王林许诺除了修仙，你要什么我都给。王平选择了开疆拓土、建国立业，甚至娶妻生子。这一晃就是30年。当王平人到中年，终于鼓起勇气问出那个埋藏多年的疑惑时，王林没再隐瞒。得知母亲要杀自己，父亲杀了母亲，王平崩溃了。但他真正走向死亡，是因为那个该死的雷道子。这个路人甲捅破了最后那层窗户纸。王平，你出生就是个死人，你之所以能活到现在，全靠你爹用凌天后的剑气给你塑身，用修为给你续命。你活着一天，就是在吸你爹的血一天。这几句话直接把王平击垮了。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从小就要合妖，为什么没有痛觉，为什么生不出孩子。原来自己的一生都是父亲编织的一个巨大的沉重的谎言。为了不再当累赘，他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自杀。看着相拥而逝的儿子儿媳，看着王平脸上那抹解脱的笑容，那一刻王林再也绷不住了。这个修真界的煞星跪在地上，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。伴随着泪水落下的是他体内生死意境的彻底大成。73年的化凡路对王平来说是从生到死的一生，对王林来说却是一场从屠夫到父亲的蜕变。这场化凡到底是谁渡了谁？表面看是王林在救赎儿子，但在我看来，其实是王平用短暂的一生救赎了王林。他让王林在漫长的杀戮岁月中重新找回了作为人的温度，找回了那种会心痛会流泪的感觉。王林这一生修的是逆天道，但他心里最柔软的那块地方永远留给了那个叫王平的凡人。正如我们每个人，无论在外经历了多少风雨，受了多少伤，心里总得有个地方是留给爱的，只有那里还是热的，我们才不算真正死去。